昨天我们说了，入殓师会给活人注射镇静剂，哄骗他们已经死了。而这一切很可能借鉴于电影身后事的桥段，所以入殓师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：老入殓师故意制造事故，随后利用假死药将受害者伪装成死亡状态，骗过医生和亲属后，便在众目睽睽下将假死的受害者关在殡仪馆。待假死的受害者苏醒之后，入殓师便极力蛊惑，让受害者认为他们已经死了。如果受害者反抗，便会继续为他注射假死药，为他们画上妆容，装入棺材，再活生生的埋入地下。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！我说了，你死了，你到底死没死？在养父的灌输下，卡尔坚定不移地认为死亡才是人类最完美的归宿，因此伙同养父以入殓师的身份作为掩护，干着活埋无辜百姓的勾当。根据第4、5两条推演，我们可以得知，一个自称是卡尔远方亲戚的女人约见了卡尔，而他最后依旧不明不白地被卡尔和他的养父活埋。随后，卡尔的养父便收到了庄园的邀请。然而，根据第8条的推演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卡尔的养父虽然身负重伤，但是最后还是被送了回来。这样子，在这里要插一句题外话，通过这一事件，我们可以猜测，也许庄园的游戏是不是并没有那么的残酷，还是有人可以从庄园里成功的逃出的。好，我们说回养父从被庄园送回来之后，小卡尔在收拾园丁母亲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庄园对他的邀请函，以及一封需要转交给小园丁的信件。一时间，小卡尔终于好似找到了归宿一般，因为在他的心中，庄园里所做的一切屠戮同自己的信仰简直是天雷勾地火般的契合。二话不说，为养父注射了假死药，塞进棺材，便来到了庄园。根据入殓师的背景故事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小入殓师卡尔正好负责了园丁母亲的入殓工作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，也许医生小姐姐的手术并不能直接导致园丁母亲的死亡，而是卡尔把园丁的妈妈活生生的埋在了地下。如果听到这里你还依旧喜欢入殓师的话，在这里扣一个真爱吧。如果你喜欢酱子，你可以给酱子说，为酱子疯，为酱子狂，为酱子哐哐撞大墙。记得给酱子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、转发、投币以及多多的